每天10分钟，重塑 AI 品味。2026年，让我们一起成为调度千牛万马的大统帅。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AI 马厩的第一期节目。因为是第一期嘛，所以今天咱们聊的比较真格，就是你手里的活儿，还有你口袋里的钱。最近我看了不少报告，其中有一份叫《2030年 AI 劳动力发展战略分析报告》。看完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天变了，而且是闷声不响的在变。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咱们觉得公司大就是牛，几千号人，乌泱乌泱的，特有气派。但现在呢，大家都在聊一个新词儿，叫一人独角兽。什么意思？就是一家估值10亿美金的公司，可能连个前台都没有，老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屏幕就能指挥成千上万个 AI 干活。你可能觉得这是科幻片里的情节，但 OpenAI 的 Sam Altman 早就放话了，说这事儿眼瞅着就要来了。坦白说，以前我也觉得这是在吹牛，但这次看了报告里的数据，我后背真有点发凉。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彻底扒一扒，这所谓的数字员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大活人到底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首先得转变一个观念，现在很多人用 AI， 说白了还是把它当成一个高级点的搜索引擎或者一个翻译机，这简直是糟蹋东西。报告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现在的趋势已经不是用软件了，而是雇员工。什么意思呢？咱们可以这么想，以前公司招一个初级律师，你其实是打包买了他一堆能力，他会查法条，会写文书，能跟客户沟通，甚至还得帮你复印文件，你买的是一个能力包。但现在这个能力包被 AI 强行拆开了，你可能不再需要那个活生生的初级律师了，你需要的是一个专门负责查法条的 AI， 再来一个专门负责写文书的 AI。 这两个 AI 就是你的数字员工，他们不睡觉，不喝咖啡，更不会跟你提加班费。这就是所谓的解构工作。英伟达的老黄仁勋说的更绝，他说未来的 IT 部门本质上就是 AI 的人力资源部。你看，你不再是给电脑装软件，你是在为公司配置一支 7x24 小时待命的数字部队。这可不是空想。宾夕法尼亚州政府跟 OpenAI 搞了个合作，结果你猜怎么着？通过把那些重复性的文书工作交给 AI， 平均每个公务员每天能省出95分钟，一天1个半小时啊，一年算下来就是400多个小时，这相当于白捡了10个星期的全薪假期。这哪是工具啊，这简直是救命恩人。既然 AI 已经能像员工一样产出，那么对于那些掌握着公司账本的人来说，这背后的账到底是怎么算的？接下来咱们聊点残酷的，算一笔细账。为什么老板们都在拼了命的往 AI 上冲？因为便宜，实在是太便宜了。咱们来看一组刺骨的数据。在北美，你雇一个真人干活，一年工资加上各种保险福利，怎么也得6万到9万美金。而且这人吧，一天得睡8小时，还得摸鱼、喝咖啡、聊八卦，一周撑死了给你干40个小时。现在换成 AI 智能体呢，企业级的 SaaS 订阅一年撑死了3000美金，便宜的可能就500美金。他一周能干多少小时？168个小时，全年无休，随叫随到。这账一算，我都替打工人哆嗦。成本直接砍掉90%以上，有的业务场景甚至能砍掉99%。更狠的是，像 DeepSeek 这样的厂商还在疯狂打价格战，把每100万次操作的价格直接压到了1毛4美金，也就是0.14美元。这么算下来，一个需要处理5万次业务交互的工作，用人成本是30万美金，用 AI 成本只要2万5千美金。你要是公司的 CFO， 你选哪个？这根本不是 A 和 B 的选择题，这是选活路还是选死路的问题。而且这里头还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济学现象，叫杰文斯悖论。简单说就是，当一种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的时候，人类对这种资源的总消耗量反而会暴增。因为 AI 太便宜了，导致以前我们觉得不划算，根本不值得去做的工作，现在变得随手可得了。举个例子，以前你肯定不会专门雇个人，把你公司过去10年收到的每一封垃圾邮件都看一遍，然后写个分类总结报告，因为这事太亏了。但现在呢，你也给配个 AI 盯着，几十块钱的成本随便搞。所以你看，老板花在 AI 上的总支出可能没变，但他获得的产出正在呈指数级爆炸。我们不是在用 AI 替代昂贵的人，我们是在用近乎零成本的算力去填满那些人类曾因昂贵而放弃的荒芜地带。然而，就在老板们为这条漂亮的成本曲线狂欢的时候，一个隐秘的危机正在企业的人才地基下面悄悄蔓延。说到这儿，你可能想说，行，那我明天就把人都裁了，全换成 AI。别急，你要真这么干，离倒闭也就不远了。这里面有2个巨大的坑。第一个坑，报告里管它叫空心化的中间层。
你想想，以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刚进公司，都是干嘛？整理会议纪要，录入数据，写一些简单的代码测试，对吧？这些都是又脏又累的活儿。但也正是通过干这些杂活，新人才能慢慢积累经验，成长为未来能独当一面的高级经理。可现在呢，这些入门级活计 AI 干得比人好，比人快，还比人便宜。老板一看，得，初级员工不用招了。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不招这些新兵蛋子，5年以后、10年以后，谁来当那个能拍板、能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级经理？没人干杂活，积累经验了，人才梯队直接就断了。这本质上是在吃种子粮啊，朋友们。这一招虽然现在省钱，但长期看等于是在给公司的未来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当 AI 抢走了所有脏活，它也顺手偷走了通往大师之路的台阶。第二个坑是 AI 这玩意儿，它是个偏科生，它在某些方面是天才，但在另一些方面蠢得令人发指。微软的报告里提了一个词叫 defeaters， 否决因子，意思就是你作为管理者必须得知道 AI 什么时候是在胡说八道，你得是个鉴别专家，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果断把 AI 关了，让人接手。如果你完全信任它，把它当甩手掌柜，它可能在几秒钟内就把你整个季度的预算花光，或者发一堆得罪客户的邮件出去。所以你得从管人变成管人机混合战队，这活儿可比单纯管人要累心多了。如果传统的晋升路径已经断裂，那么在这个人机混合战队的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其实答案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报告里说，2025年就是一个分水岭，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你搬砖的速度，因为你永远搬不过机器。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作为包工头的统筹能力，你必须转型成为一个工作流架构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有本事把一个宏大的目标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原子化的任务，然后像一个指挥家一样，知道这一块任务该扔给 AIA， 那一块该扔给 AIB， 最后由你自己来做那个最关键的审美决策和逻辑闭环。你的角色正在从一个操作员变成一个指挥家，你不再需要亲手去画每一张图，但你必须拥有顶级的审美，知道什么才是有灵魂的设计。你不再需要亲手写每一行代码，但你必须理解架构的优劣，知道什么才是好的代码。这种从执行到鉴赏与编排的身份位移，可能是未来5年我们唯一的活路。所以今晚关掉这个播客之后，你该如何迈出这第一步？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核心洞察，其实就这么几点。第一，劳动力正在被原子化，我们不再雇佣一个完整的人，而是雇佣被 AI 拆解后的原子化能力，这让劳动力成本实现了从几万美金到几美分的数量级暴跌。第二，效率的陷阱。杰文斯悖论告诉我们， AI 非但不会减少工作，反而会因为成本的降低，创造出海量的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新任务，让你陷入信息过载。第三，人才断层危机。自动化初级岗位本质上是在消耗企业的未来，因为缺乏脏活磨练的新人，将来很难成长为能够纠正 AI 错误的专家。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身份重塑。未来的幸存者不是最勤奋的执行者，而是那个能定义工作流、具备高阶鉴赏力的架构师。在这个 AI 浪潮中，最危险的动作不是拒绝对抗，而是你误以为自己还能靠过去的熟练度留在牌桌上。当算力的成本趋近于0的时候，单纯的产出就不再值钱了，唯有判断力才是最后的稀缺品。你得问问自己，如果明天你的工作量增加了10倍，但你不能亲自动手，你还有能力指挥一群 AI 把这事干成吗？在这个时代，你不是在与 AI 竞争，你是在与那个不敢放过执行细节、不愿学习指挥的旧自己竞争。别等桌子被掀翻了，才发现自己连点菜的菜单都看不懂。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转发给感兴趣的小伙伴们。2026年，让我们一起提升 AI 品味。拜拜。